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于18号上午飞抵广州，正式开启为期3天的对华国事访问。当天下午又抵达北京，这是他本月3号当选越共中央总书记后的首次外访。越方称，此举说明越南非常重视发展同中国的特殊友好关系。 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18号上午9时25分，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携夫人和越南高级代表团乘专机抵达广州，开启为期3天的访华行程。深圳卫视注意到，陪同苏林出访的越方代表团包括5名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多名越共中央机关的中央委员，涉及组织、国防、公安、 对外关系、理论研究等多部门。按计划，苏林一行在广州期间寻访越南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也是该国主要缔造者之一前国家主席胡志明在中国开展革命活动的红色足迹。据披露，具体行程包括前往黄花岗公园，向越南烈士范洪泰的墓敬献鲜花，并参观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旧址。此外，访问团还同中越友好人士交流互动。 据中国日报援引越南通讯社报道指，苏林履新后首次外访就选择中国，体现了双方都将巩固和发展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视为首要优先。 报道称，此次访问对今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走向将产生巨大影响。那么，相对于直接到访北京，我想先访问广州也反映出越方希望突出中越之间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这个重点的一个政策上的一个取向。另外，从文化渊源上来看，广东、广西地区历史上跟越南也是关系紧密。那么，在越南看来也有一定的亲近感，所以访问广州有助于强化两国人民之间的情感上的纽带。 据越南外交部长裴青山介绍，苏林此行的重点是保持高层战略交往，夯实政治互信基础，推动两国务实合作取得新进展，特别是在铁路互联互通、农产品贸易、优质投资、货币金融、文化旅游、民间交流等领域，并就领土边界问题进行坦诚、真诚、实质性的交流，共同妥善处理遗留问题。 近年来，越中经贸投资合作保持强劲发展势头，日益深入发展。中国是越南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进口市场和第2大出口市场。越南则已成为中国在东盟最大贸易伙伴和全球第4大贸易伙伴。2023年双边贸易总额达到1719亿美元，今年前7个月达到1126亿美元。 越通社预计，2024年越中双边贸易总额或接近甚至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苏林就任后短短半个月就出访中国，我想进一步的能够印证越南国内形势的稳定，同时也反映出越南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另一方面，中国是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那么去年以来，实际上越南国内经济是面临一定压力的，苏林也希望通过此访来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的需要。 据报道，中越寻求加强贸易之际，强化铁路联系成为两国高层会见的重要议程之一。一名越南官员透露，预计苏林本周将与中方就铁路合作签署新协议。去年10月，中越两国签署了关于加强中国越南铁路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推动中越跨境标准轨铁路联通，研究推进越南老街、河内、海防标准轨铁路建设，适时开展同登、河内、芒街、下龙、海防标准轨铁路研究。 深圳卫视注意到，这一个3叉戟路线规划都通往中国边境城市，老街通往云南，同登连接广西凭祥，芒街直面广西防城港。一旦建成，将与中国国内的高铁网络实现直接连通，完善中越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的铺设。 中越之间的铁路连接历史超过100年，但由于越南境内铁路仍是法国殖民时期修筑的1000毫米窄轨，轨距与中国的1435毫米标准轨不同，旅客和货物过境时都需换乘，时间长、效率低。因此，推进中越标准轨铁路建设，对两国乃至地区经贸都意义非凡。 今年6月，越南总理范明政访华期间，会见了多家中国铁路、机车、电建公司代表，对中国企业参加越中铁路项目合作表示欢迎及鼓励。观察指，越南期待复制雅万高铁和中老铁路开通运营的巨大利好。这种跨境铁路项目等基础设施的建设的合作也有利于增进中越之间的政治互信和民心相通，为双方在其他领域的合作奠定基础。
因为中越两国已经一致同意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那么跨境铁路项目将成为这一愿景的一个具体的体现之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对深圳卫视表示，在去年底中越达成联合声明的背景下，苏林此访对中越关系发展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既有现实价值，又有长远意义。向浩宇认为，两国将在6大领域升级合作。第一是要保障双边贸易的稳定畅通。那么，通过加强合作机制，例如贸易畅通工作组，共同推进中越边境口岸的升格和开放，以及边境智慧口岸的建设。那么，第二是加强新兴领域的合作，包括在数字经济领域以及绿色发展领域的合作。那么，第三是扩大农产品的贸易，那么支持扩大从越南进口优质的农产品。第四是要构建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的体系。第五是跨境金融服务，那么双方正在就电子银行、手机银行的跨境结算进行技术上的沟通，以期未来能够为两国贸易和投资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第六是教育和文化的合作，那么这将有利于促进两国民间交流和相互理解。近年来，日本防卫预算迅速攀升。根据日本防卫省的消息，2025年将首次突破8万亿日元，未来2年还将向10万亿日元的大关迈进。这一大笔钱从哪里来，又将用在哪些领域？来看详细分析。日本防卫省8月17号宣布，已基本敲定2025年度预算申请，其中防卫费预计将首次超过8万亿日元，约合3883亿元人民币，再创历史新高。这也将是日本军费自2013年以来连续第12年增加。事实上，外界对这一数字并不感到意外。日本政府2022年底通过的新版安保3文件，规定了2战后日本最大规模的强军扩武政策路线。其中一个重要政策转变，就是要在2023年到2027年间，将防卫总开支提高到43万亿日元，约合2万亿元人民币。这一金额将是此前5年的近1.6倍。按照这一规划，2026至2027两个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朝着9万亿日元和10万亿日元的大关迈进。这也将使得日本在全球范围内军费开支排名一下跃升至第3位。防卫费连年走高，引发日本国内的极度担忧。由于日元大幅贬值，意味着日本防卫装备的采购成本将大幅增加。例如，采购美国最先进的 F-35A 隐形战机的单价已从每架116亿日元增至140亿日元。日本民众认为，如此大幅度的增加防卫费，不仅将进一步加深日本的财政困境，更会导致地区安全环境恶化。相反，日本政府应控制防卫费的持续膨胀，坚持走和平发展路线，避免重蹈历史覆辙。除了钱从哪儿来，外界还关注这笔防卫费将怎么花。根据日本内阁今年7月12号通过的2024年度国防白皮书，未来日本防务重点将集中在7大重要领域，包括防区外打击防卫能力、整合防空反导弹能力、无人装备防卫能力、跨领域作战能力、指挥控制与情报相关机能、机动部署能力与保护国民，以及持续性与强韧性。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领域中，围绕无人机，日本政府正在加大投入力度。据悉，由于无人机被视为将彻底转变现代战争样貌的规则改变者，日本防卫省计划引进攻击无人机，并拟在自卫队正式部署。此外，日本还将引进无人技术和人工智能，加快开发符合日本地理特征的模式。有观察认为，在人口减少的日本，也需要通过无人机来节约人力，从而优化其海陆空作战方法。其实，无人作战体系已经变成全世界各国追相发展的一个目标。这个航空自卫，它将有人和无人的飞机会形成一个搭配，比如发展中的 F-3。这未来新一代战机，它都会搭配一些所谓的中程僚机。那另外像陆上自卫队，其实是它这几年已经和北约的某些国家展示多型它研发的，包括用于运输、用于运送伤患、侦察，甚至是可以作为一个轻武器射击平台这样一个载台使用。那海上自卫队可能会研发像是无人攻击体或者无人潜航器，用于它的
侦察的前锋。日本政府为了强化所谓西南方向的岛屿防卫，武器装备研发采购费用占据了预算的主要份额。从具体内容来看，一是强化导弹防御网，日本计划升级03式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与美国合作研发高超音速导弹，并新建2艘万吨级宙斯盾驱逐舰。二是提高远距离打击能力，日本计划购买美国战斧巡航导弹，同时进行研发和配备远程导弹。三是加速研发采购尖端武器，包括购买无人艇等无人装备，与英国和意大利合作开发下一代战斗机等。从日本防卫费初步趋向分析，宙斯盾驱逐舰、战斧巡航导弹、CH-47GA 运输机和 F-35战斗机均为美国制造的武器装备。可见，日本防卫费超过半数将流入美国军工企业的口袋。有分析指出，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渲染所谓外部安全环境威胁，煽动民众危机意识，并借机大幅调整安保政策，逐年增加防卫预算，并不断放宽武器出口限制，一再突破和平宪法限制。这些都表明，日本正在逐步突破传统的专守防卫政策，给地区局势带来安全威胁。日方的企图很明显，就加强西南诸岛周边海空域的侦察、探测和控制的能力。比如重要的像宫古岛、石垣岛，目前已经有包括雷达、电子战部队等等。而且过去一些这个演习，它会进入像地空导弹部队以及暗制的反舰导弹部队，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演习，那达到一个周边制空和制海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值得警惕的是，日本一方面加快同美国及其盟友的军事合作，另一方面也着力推进所谓自主强军的步伐，加速构建具有攻击性的军力。近期，日本主动对外透露了其导弹技术的最新进展，并首次发布了号称航母杀手的改进版12式地对舰导弹原型弹的照片，强调该导弹在加强日本防区外打击能力方面取得重大进步。早期的日本国产12式反舰导弹是当前日本自卫队的主要反舰武器，于2015年正式服役。它由88式反舰导弹发展而来，属于典型的亚音速巡航导弹，全长约5米，最大射程200公里，具有较高的命中率和灵活性。而此次公开的照片显示，改进版12式地对舰导弹与现役型号完全不同。弹体背部采用了独特的折叠后掠式弹翼，发射后能自动展开，可极大提升导弹射程，其最大射程将增加到1000公里以上。此外，更清晰的 X 型尾翼也表明它在空气动力学性能和稳定性方面有较大改进。同时，导弹外形也进行了引申化改进，导弹头部为下偏橄榄形，弹体中段为6边形截面，弹体底部安装有固定进气口。据悉，该装备已经接近定型和批量生产。日本计划从2025财年开始部署。有分析认为，此次改进版12式反舰导弹的亮相，将为日本的海上防御力量注入新的活力。总体来讲，借由它的气动外形的优化以及燃料的加强，它本身的这个最大攻击的射程可以有效获得扩充。那据说目前可以从200公里至少达到400公里以上。未来随着进一步优化它综合设计和这个继续这个加长弹体，那日方的企图可能未来要发展到可能突破1000公里。更重要，从它的外形可以发现，它整个隐身性更为强化。日本防卫省近日还罕见地发布了高超音速导弹的最新发射视频。据悉，日本已于今年3月和4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进行了2次初步测试。不过，日方并未说明在这2次测试中，弹头是否与助推器实现了关键的分离。按照设计，高超音速导弹由助推器发射升空，之后弹头会分离，并在大气层内高速滑翔飞向目标。近年来，日本多次宣称冲绳诸岛面对的威胁越来越大，而日本陆上自卫队现役反舰导弹的最大射程只有约200公里，需要引进更先进的高超音速导弹以保护西南诸岛。为此，日本于2015财年展开高超音速导弹研发，计划于2029年投入使用。然而，日本认为安全环境出现恶化，要求该导弹的研发速度加快3年。
目前正在测试的属于第一阶段的 Block One 版本，它采用带尾舵的双锥体战斗部，可以攻击地面目标和海上舰艇，飞行速度超过5倍音速，最大射程约500公里，预计将于2026年开始加入陆上自卫队服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此前发布高超音速导弹攻击海上航母的演示动画，其中作为攻击目标的航母外形酷似滑跃式航母。根据日本防卫省2022年12月发布的防卫建设计划，日本陆上自卫队将分别在九州和北海道组建2支装备高超音速导弹的部队，他们的打击范围已经覆盖了大部分亚太地区。所谓的高超音速武器是所谓的高超音速滑翔体导弹，也就是导弹发射以后，它会拉高它的这个飞行高度，达到大气层这个边缘，然后向下俯冲。那到一个程度以后，它的弹体和滑翔弹会进行一个分离，然后以很高的速度攻击目标。因此，未来还需要突破，就是这个滑翔弹体和它的导弹如何能顺利分离，这个是未来它必须要考虑和突破的一个最大技术瓶颈。去年夏天，美日韩领导人在美举行戴维营峰会。8月18号，三国领导人特地发表联合声明，纪念戴维营峰会1周年。美方透露，希望在今年9月再撮合一次三国领导人会谈。然而，眼下美国总统拜登已经退出大选，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即将在9月底卸任，而韩国总统尹锡悦则面临国内支持度低迷、执政跛脚的尴尬局面。在此形势下，三国领导人会谈还谈得成吗？美国不断在东北亚拼凑小圈子，又将面临怎样的变数？来看报道。美日韩领导人1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1年来三国合作取得了巨大进展，在戴维营会谈上确立的3边合作原则将继续作为三国合作的路线图。去年8月18号，美国总统拜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韩国总统尹锡悦在美国戴维营举行首次3方领导人会谈，同意加强军事合作，并商定每年举行一次三国领导人会谈。不过，今年商定好的会谈正面临变数，在拜登已经退出11月的美国总统选举，岸田文雄也即将卸任的形势下，三国如何加强合作成为难题。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岸田文雄计划9月下旬访问美国纽约，并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期间还有可能与美国总统拜登会晤。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将于9月27号投票，届时将选出新的党总裁，意味着岸田将卸任首相，因此此次访美很可能是岸田卸任前的最后一次外访。有观察指，在日美同盟关系继续维持的背景下，无论日本新首相是谁，大概率都不会改变加强日美同盟的立场。至于日韩关系，变量不在日本，而取决于尹锡悦政府届满后，韩国哪一派会获得执政权。韩国最新民调结果显示，总统尹锡悦的支持率降至28%，不支持率升至63%。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民众不满尹锡悦在经济、民生等方面的执政表现。今年8月15号是日本战败并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纪念日，也是韩国纪念1945年从日本殖民统治下独立的光复节。韩国总统尹锡悦当天在光复节纪念仪式上的讲话中，完全没有提及对日关系与历史问题，招致国内反对党前党首李在明等人的强烈批评。还有舆论称，尹锡悦亲日言论导致国家4分5裂，尹锡悦应该向韩国国民道歉。日韩之间，我们也知道存在很多的那种历史纠葛也好，现实中的那种这个分歧也好，那他们目前很难组成一个正式的同盟，所以这个美日韩合作目前它的上限也只能是一种准同盟的状态，而不能达到美日韩3边的正式的同盟。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主任拉普胡珀15号在华盛顿的智库发表演讲，表示力争年内举行美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谈。他提到岸田文雄宣布9月不参选自民党总裁一事，指出政治上的变化无法避免，但强调美国仍将致力于构建长期的三国合作关系。不过，也有观察指出，除了日韩关系之外，实际上美国也是影响美日韩关系的一大不稳定因素。分析认为，如果厌恶多边主义、喜欢各种退群的特朗普重返白宫，三国此前所做一切努力恐怕都将大打折扣，美日韩3边合作将面临更大风险。美日韩合作面临的最大的变数还是在美国这边，因为美国是一个主导者，而且美国面临一个大选，
特朗普他是优先强调这个美国优先主义，他是宁可牺牲掉同盟的一些利益，也要保障美国的美国的一些国家利益的。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美日韩三边现在也正在为这个可能到来的特朗普上台做一些准备。他们在特朗普上台之前多达成一些协议的话，可以为未来特朗普这可能对推翻这种三边合作多设置一些障碍和成本。实际上，美日韩三国此前商定的合作事项涵盖军事、技术、经贸、供应链、高科技等诸多领域，而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军事合作。6月27号至29号，美日韩首次举行代号“自由之刃”的多域联合军演。这也是戴维营会谈上达成的共识内容。据报道，此次自由之刃联演涵盖海空、网络、太空等多个作战领域，被认为比过去三边演习更全面，标志着三国军事合作迈上新台阶，也将推升朝鲜半岛军事冲突风险。此外，美日韩安全合作还进行深度捆绑。7月28号，美日韩三国国防部长在日本东京举行会晤，期间签署所谓安全合作框架协议，三国就强化情报共享和联合演训等领域的制度化合作达成协议，标志美日韩三边关系升级。有分析认为，从日韩角度看，两国在安全层面确实存在依赖美国的意愿，但同时也在联盟内部有争取更大的自主性和平等性的要求。该协议的主要驱动力源自美国，旨在加强对日韩两国的控制与利用，使两国的防务战略能够更加便捷、高效地服务于美国在大国竞争中的战略目标。过去1年以来，他们除了在安保这个传统的合作领域不断地加强机制化和常态化以外，在经济和科技这些本来他们不太重视这种的领域，也取得了比较多的一些进展吧。当然瓶颈也还是有，因为这个美日韩三边合作目前还只是一种以这个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两条腿走路的这样一个状态，它所谓的第三条边，也就是日韩这条线还没有连上。有消息指，日本防卫省将于8月底汇总2025年度防卫预算申请，总额将超过8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那您如何看待日本方面防卫预算节节攀高的趋势呢？是的，程倩，日本这些年各类预算的迷惑性很强，比如说防卫省提出的防卫预算，不仅数额越来越高，细究款项的具体流向，你会发现当中有很大一部分的增量是用来研发、采购进攻性武器装备的。归根结底，防卫省这个名称太具有迷惑性了。由它开列的经费，更准确的说法应该叫做军费开支。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战后行之有年的所谓和平宪法与专守防卫原则，已经被自民党几届政府蛀空了。日本自卫队更应该被称作是日本国防军。日本军费的猛增周期要追溯到2022年由岸田政府推动的安保3文件。文件是清晰写明要在2023至2027财年将日本防卫预算总额增加至43万亿日元的水平 ，GDP 占比达到2%，向北约国家看齐。于是就有了2022财年5.4万亿，2023财年6.8万亿，2024财年7.9万亿，2025财年突破8万亿的一个逐年增加。军费开支猛增的一个重大背景是，美日军事同盟的分工进一步细化了。在盟主美国的要求下，日本自卫队在亚太地区扮演了越发重要的角色。冷战时期，日本海上自卫队一直在给美国海军扮演所谓反潜猎犬的角色，主要任务就是遏制苏联在远东方向上强大的核潜艇力量。随着局势的演变，如今的自卫队也开始承担起所谓岛屿防卫者的角色，聚焦两栖登陆作战、海上交通线遮断、战场制空权争夺、源头打击能力等等。日本自卫队作为美军马前卒、仆从军的角色正在越发的凸显。一个细节挺耐人寻味的。今年7月，美国总统拜登在接受美国 ABC 电视台专访的时候，曾经沾沾自喜地表示：“他说，我就是让日本增加军费预算的那个男人。”早在2023年6月，拜登也说过类似的话。当时日本舆论是一片哗然，岸田政府赶紧出来灭火，称增加防卫预算是日本自己做出的决定，请美国方面撤回有关言论。你瞧瞧，美国总统瞎说什么大实话吗？
在我看来，日本这个国家自2战结束之后，主权就不完整，更谈不上国策的完全独立自主，仰人鼻息，看人脸色，憋屈窝囊。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军费的猛增有很大一部分是用来研发采购进攻性武器，那么无人机就是一个重大的增量。国际上对无人机这个新生事物的定义还比较模糊，它既可以是进攻性武器，也可以是防御性的装备。随着科技的发展，现在的无人机可以在10000米高空上飞行，航程也堪比巡航导弹，有效载荷既可以是侦察吊舱，也可以是导弹。有的无人机甚至它本身就是一种具备精确制导能力的炸弹。日本大力发展无人机，也正是看到了它正处在这个国际条约的灰色地带约束管控是相对滞后的。当然，关于日本军费大幅度增加，还有一个背景或者说是解释的角度，那就是过去10多年来日元对美元的汇率是持续走低的一个大趋势。从购买力的角度去看，日本向美国采购同样的军备要比以往花费更多的钱。所以我们在观察的时候既要关注军费总额的增加，也要聚焦具体的采购清单，这些钱都变成了什么武器装备，采购的数量是否增加了？另一方面，随着岸田文雄宣布退选，日本也即将迎来后岸田时代。在卸任内阁总理大臣之前，岸田将在9月迎来任期内最后一次访美，或将与美国总统拜登进行会晤。那么，吴先生如何看待美日同盟的后续走向呢？当一位国家领导人明确了自己的离场时间，那么在任期的最后时间里留下什么政治遗产，如何定义自己任期内的一系列作为，就成为了首要任务。对于拜登与岸田文雄来说，恰好都处在这个状态之下。这2位在9月的临别谈话中，肯定会大篇幅地描述任期内对美日军事同盟做出的贡献。自2021年10月出任内阁总理大臣以来，岸田文雄就将对外关系的工作重心聚焦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身上。我甚至可以说，岸田文雄恐怕是这些年跑美国跑得最勤快的日本首相。他的2个前任菅义伟、安倍晋三恐怕都没有那么积极。岸田文雄的外交攻势是动作频频，在他的推动下，美日同盟进一步加强，日韩和解进一步实现，防卫预算进一步增加，日本自卫队越来越主动地走出去，北约国家在亚太地区的动作也频频被所谓引进来，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的身影是越发的显著，甚至有日本媒体评价岸田任内的外交成绩要好于长期执政的安倍晋三。但光凭外交成绩拿高分，仍然无法掩盖岸田政府对日本国内治理的一系列失败。低迷的经济、滑坡的民生、接连爆出的政党丑闻、福岛核污水排海进一步恶化的周边国际关系，都让岸田的黯然离场显得是合情合理。那么问题来了，在后岸田时代，美日军事同盟会走向何方呢？我想历史具有某种惯性，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美日军事同盟的形成，并非来自于某几个政治人物的拍一拍脑袋，而是基于2战以后、冷战以来，美国与日本对亚太格局的塑造与被塑造，美日2国综合利益的捆绑与被捆绑。我甚至有些悲观地认为，无论谁来接岸田的班，无论谁成为下一个白宫的主人，美日军事同盟都将保持一个紧密协同的惯性。几十年来，日本政治人物总是将所谓的国家正常化挂在嘴边，但我认为日本应该先学会站起来说话，独立自主地思考与周边邻国的关系如何自处，什么才是日本的核心利益，怎样做有利于日本民众的长远福祉，要勇于对美国说不。距离美国大选投票日仅剩80天，美国前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以及美国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都来到了关键摇摆州宾夕法尼亚，分别举行竞选集会、竞选巴士巡游等活动，拉拢选民。为何宾夕法尼亚成为2人的必赢之州呢？ Have you heard her laugh? That is the laugh of a crazy person. 当地时间17号，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的一场竞选集会中继续对哈里斯展开人身攻击，称他比现任总统拜登更容易被打败。此外，特朗普还和哈里斯比美。They said, no, her biggest advantage is that she's a beautiful woman. I'm going, huh. I never thought of that.
I'm better looking than she is. 特朗普还猛烈抨击了哈里斯前一天发布的经济政纲，并将她描述为一个激进分子、极左人士。一段时间以来，特朗普对哈里斯展开了一系列人身攻击，也引发共和党内部担忧。他们害怕这会激怒一些温和的中间派选民。与特朗普前后脚，哈里斯和副手人选沃尔兹也将到访宾夕法尼亚。据统计，特朗普和哈里斯今年都已分别访问宾州6次以上。特朗普7月遭遇枪击一事就发生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巴特勒县。当前两大阵营的候选人都在争夺这一关键摇摆州。入主白宫需要270张选举人票，其中宾夕法尼亚州占据足足19张，远高于其他的摇摆州。因此，也有谁拿下宾夕法尼亚就拿到了白宫入场券的说法。2016年，特朗普以领先不到1个百分点的优势拿下宾夕法尼亚并入主白宫。2020年形势逆转，拜登在宾夕法尼亚获胜，但领先优势仅为1.2%。左右该州选情的2个因素在于，宾州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略高于其他关键州。此外，该州75%的人口是白人，这些都被视为对特朗普有利的因素。最新民调显示，哈里斯在宾夕法尼亚取得微弱的领先优势，但距离投票日还有80天，一切仍存在变数。有意思的是，宾夕法尼亚北安普顿郡如今成为总统竞选的焦点。外界发现，这个郡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预测能力。1920年以来的历次总统选举，北安普顿郡选民挑中的人选几乎都入主了白宫，只有3次例外。1968年，他们没选共和党人尼克松；2000年和2004年则都没有选择共和党人小布什。事实上，这个地区的预测能力并非玄学。该郡在人口构成上拥有较高的多样性，政治立场也非常摇摆，往往是一小群人最终决定大选结果。这和美国大选的整体格局非常相似。这群人在投票时优先考虑的是议题以及政策本身，而不是候选人的个性。不过，目前北安普顿郡居民对于哈里斯和特朗普的看法不一，也就无法从中预测美国大选的整体趋势。The economy is horrible. We need change. 美国明尼苏达州州长、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沃尔兹当天则在内布拉斯加州举行竞选集会，这也是他的故乡。We believe in the promise of America. We just have to fight. 当地时间18号，沃尔兹和哈里斯将来到宾夕法尼亚展开一场巴士巡访，这是哈里斯和沃尔兹携手参选后首次在宾州展开竞选活动。哈里斯的竞选团队表示，巴士巡访的重点将聚焦于选民面对面接触，这也是民主党阵营拉拢选民的重要方式。结束巴士之旅后，他们会前往芝加哥出席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巴士巡访是西方选举政治中的传统拉票方式，相比于大型集会，巴士巡访更加私人化，也能拉近候选人和选民之间的距离，是一种更具个人色彩的竞选方式，受到许多候选人的青睐。此外，竞选巴士之旅也提供了良好的视觉效果，可以增加候选人在媒体上的曝光度。Oh, Pennsylvania is absolutely at the center of the electoral college strategies of both campaigns. The challenge for both of them is to win over those voters who are going to support them but might not show up because of the level of frustration with politics generally. So it's a key state in the key region, and you can expect lots of visits to Pennsylvania between now and November for these two campaigns. 事实上，哈里斯和特朗普阵营连日来花钱投广告，一点也不手软，其中很多的经费都流向宾夕法尼亚。进入8月以来，双方已经为此烧钱近2.5亿美元，比2020年大选整个8月花费的还多19%。相关开支后续可能继续上涨。哈里斯竞选团队和一家支持特朗普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近日宣布了今后数周的竞选广告投放计划，双方将合计斥资1.9亿美元。民主党和共和党已在宾州预定了价值1.14亿美元的广告时间，是排在第2位的亚利桑那州的2倍多。深圳卫视注意到，双方投广告的思路有所不同。共和党方面聚焦传统媒体。最新调查显示，在电视上，特朗普的竞选广告播放次数远高于哈里斯团队；民主党阵营则在数字媒体上的投入力度远高于共和党。拜登退选后，哈里斯在谷歌和脸书母公司 Meta 已支出5700万美元的营销费用，是特朗普阵营的10倍。哈里斯的竞选团队进一步称，他们在电视上加码预定了1.7亿美元的广告，在数字媒体上又投入了2亿美元。
在哈里斯的官方社交媒体账号中，最新一则视频发布于当地时间8月15号，内容是一段同副总统候选人沃尔兹的对谈，并揭露了当时哈里斯打电话通知沃尔兹为其副手时的细节。I called you, Tim. Yes. You didn't answer, Tim. I know. What happened? The most important call of my life. It popped up, and we didn't recognize the caller ID, and it went to voicemail. Hi, this is Jim. I'm not able to answer. There you go. 视频已经累计有150万播放量，成为哈里斯账号内点击量最高的一则。据美国机构预测，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将是有史以来最昂贵但最分裂的一次。候选人在各个平台花掉的政治宣传费用累计将超过100亿美元。乌克兰对俄本土的攻势仍未见有放缓迹象。18号凌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拉响了导弹警报。当地一座桥梁2天前还被乌军用西方援助武器摧毁。同一天，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军伊斯坎德尔导弹袭击。有消息指，俄乌双方或将在本月下旬赴多哈展开涉及能源设施停火的和谈。不过，在俄乌局势更趋复杂的背景之下，举行谈判的可能性又有多高呢？外界关注乌军突袭俄本土，也给计划中的多哈会谈增加变数。有消息人士透露，俄罗斯和乌克兰原本将于本月下旬派代表团前往多哈，在卡塔尔的调解下，就达成一项有关能源设施袭击禁令的有限停火协议展开谈判。目前该会谈已确定推迟，乌方称将于8月22号改以视频形式举行，而俄罗斯白宫方面都未有回应。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利亚克16号发文承认，乌克兰越境进攻俄罗斯会增加自己的谈判筹码。不过，此举激怒了俄罗斯。有消息人士指，俄高层不会在压力下做出任何妥协。2022年7月，在联合国的牵头下，俄罗斯、乌克兰、土耳其和联合国共同签署了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协议，但最后也于2023年7月宣告终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多次表示，只有俄罗斯首先从乌克兰领土上撤出所有军队，乌方才会考虑全面停火。而俄罗斯总统普京则坚称，乌克兰幻想俄罗斯撤军，这永远不会发生。此前，俄乌相互对对方的这个能源设施都进行了大规模的这个轰炸和袭击，那么对于双方的这种损失都是很大的。另外一个就是此次的这个库尔斯克的进攻行动，库尔斯克正好也是俄乌之间这种管道输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境地点。我觉得此次和谈的这种可能成功率只是限于这种局部的或者说是比较小的具体的问题上，很难说是达成一个全面的这种结果。